Hello，大家晚安，让大家久等了。对，刚才还在吃晚饭，所以比较晚开始。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我最近在干嘛。我最近就在做我的那个 Unity 环境。昨天也开了一个突发，就先秀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那个环境长怎样。之前是说什么更新到 Windows 11之后，它就一直当掉，就一直闪。不过昨天那个直播好像没有出现问题，所以之后再加几个那个直播的一些特效。还有之后这个人物的形象可能也会修改一下，反正就全部都修改之后呢，就以后直播就会用 Unity 环境，这样子的话就看起来比较酷。然后之后也有在想说加一些就是聊天室，就是你可能打什么字之后就会出现什么特效之类的，反正就是用 Unity 之后就可以用程式做到比较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我最近在研究这个东西。好，然后我再说一下，这礼拜跟下礼拜的直播的预定。明天的话会有一个观众，那个黄建新，我不知道名字有没有念对，但就是一个观众。然后呢，他说他用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然后去实做了那个 MIP-NERF， 就是我们之前论文的时候也有介绍过的这个方法。然后呢，他跟我说他写完 code， 但是训练出来的效果没有论文那么好。那明天的话呢，他有 code 有放在 GitHub 上面，那明天的话就会看他的 code， 然后我们试着来找出哪边可能跟论文写的不太一样，或者就哪边可能写错了这样子。明天的话就看他的 code， 然后来找出哪里可以就是写得更好这样子。然后下礼拜的话目前还没有想到完整的预定，但首先呢，礼拜五的话应该会就是跟之前那个 Noli 他在写上次没有完成那个城市冒险游戏，那个虽然到后面都是在聊天，大家如果对城市没有太大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我们聊天，他这个聊天功力非常强，聊天大师。就聊他用 Python 做的一些他的研究这样子，这个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然后礼拜六的话应该还有一次那个城市解谜，就密室逃脱那个，那个的话应该就是在礼拜六。那目前的话预定就下礼拜就这两个。那我在想说，因为台湾的话是下礼拜一也放假嘛，就是3连假，5月1号劳动节补假到礼拜一。日本的话是现在我们是叫黄金周，就是那个 Golden Week， 反正就很多国定假日连在一起，就放连假这样子，所以我下礼拜都放假，完全不用上班，所以应该时间也蛮多的。就除了做我的 Unity 之外，我可能还会再开一个介绍论文的直播吧。那主题应该还是 NERF 啦，就是还是先从我比较熟的，那大家也可能比较有兴趣的这个部分开始。应该会讲我之前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就是把 NERF 呢，就是延伸到这种可以在有移动物体的场景里面也训练出来的，就是应该会讲解这篇论文。就是你只要输入一个单眼的那个，它现在有点lag，单眼的影片，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把时间跟空间就是完全的切开来，你就可以固定时间，然后移动空间，或者是固定空间移动时间，这样子还蛮厉害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那个前言就讲到这。今天的话呢，会来做实际的写程式。那写的内容是这个 Coordinate MLP。那这个的话呢，背景是就是之前在介绍 NERF 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 NERF。就我们说 NERF 呢，它是把一个 3D 的位置 XYZ， 然后还有看那个点的视角，把这些当做 input， 然后经过一个 MLP 之后呢，输出那一点的这个地方，
对，一个3D 的点它有 XYZ， 然后有看那个点的视角 θ phi， 反正是一个角度。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呢输入到一个神经网路之后呢，那这个神经网路呢会输出这一点的 RGB 颜色跟 sigma 跟它的密度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那个点的位置啊、角度，就是单纯的把，比如说 x 是 0.1， 你就输入 0.1， 这样子的话呢，你得出来的结果会非常的模糊。那这个的话 ，Nerf 的论文是在下面这个部分。找一下哦。好吧，他这里没有写出来，你看，应该有。搜寻一下，这里，对，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 input 那个 XYZ 直接输入到神经网路里面的话，那你得出来的结果会是像右边这张图一样，非常的模糊。对，但在 Nerf 里面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法叫做 positional encoding， 那他们就是把这个 XYZ 呢，在加入到神经网路、输入到神经网路之前呢，先把它做一个 sin 啊、cos 的这些线性组合，然后这样子输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中间左边第二个图这样子，就是非常高细度的、高精度的图片。对，那这个的话，之前在介绍的时候，大家觉得哇，这是什么黑魔法？你只要加入一个 sin cos 的这些线性组合，就可以让一个模糊的东西变得这么清楚。对，那今天的话呢，就会来实做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一下，说我们没有加 positional encoding 跟有加它们之间的差别。好，首先这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除了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就是其他的研究者呢，也研究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本来很模糊的图片变成像这样子非常精细。那就我所知的有那个就是之前有介绍过的这个 Fourier Feature Network， 这个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介绍吧，就是这个 Fourier Feature Network。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之前也是造成很大话题的这个 Siren， 这个的话呢是把它是把神经网路的那个 activation 呢，把原本我们熟悉的那些 ReLU 啊，或者是 Tangent H 那些，或者是 Sigmoid， 他们把它转成这个 Sin 这样子。那今天的话呢，应该会实做这两个部分，这个是一定会的。那除此之外呢，我在我的这个资料夹这边，这个的话是今天解完的 code 会上传到这边，大家也可以帮我 star 一下这样子。对，除了这些以外呢，我还列举出了其他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论文。那这个的话是有时间的话会再一一就实做它们。大部分的话都是把那个Siren 是比较特别，它不对，不是 Siren， 对，应该说大部分的话都是跟 Siren 一样，是把那个 activation 把我们从原本熟悉的 ReLU 呢换成其他不同种的 activation， 然后呢他们实验出来不用 ReLU， 而是用他们的那种基因研究出来的 activation， 他们得到的效果会很好，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实作的部分呢，会参考这个 Fourier Feature Network。原本的话，我们是 Nerf 嘛 ，Nerf 的话是像这个地方，它是一个3D 的点，然后还有它的视角，然后输出那一点的颜色。但这个的话，实装起来会有点复杂，所以我们今天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的设定。那这个问题的设定就是那个任务 task 的设定。那这个 task 是什么呢？ task 呢是我们要把一张图片，比如说今天就用这个狐狸的图片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一张图片呢用一个神经网路去还原它。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可以画给大家看一下。对，那比如说我们有一张图片是可以放粗一点。对，一张图片就是很多个像素嘛，那我这边就随便画一下。
比如说它是像这样子的4×4的像素，那它每一个点每一个像素呢都有它的坐标。那这个坐标的话呢，原本在整数的话，比如说左上角是00，那右下角是这个33这样子。那在这个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个任务的话呢，我们会把它就是 normalize， 就是会把这些坐标呢进行一个正规化，就是我们会把00呢变成-1，就是最左上角这个变成-1，然后右下角这个变成11。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给定一个坐标 uv 这样子，每一个像素都有一个坐标 uv， 然后呢，我们要训练一个神经网路，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神经网路这样子，一个多层的那个就是 MLP 这样子，然后我们要输出那一个点的颜色 RGB。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任务的设定，就比起 Nerf 的那个3次元的 XYZ 啊，然后 Theta Phi 简化了不少，就是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像素的它的坐标，然后我们去推论那边的颜色这样子。这是我们今天简单的一个问题的设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实装这个部分。那实装的话呢，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上次介绍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那还有上次介绍这个 Nerf 的时候，就是说过那个神经网络训练的，就是写这个 Deep Learning 的3大步骤啊。第一个是那个资料 Data， 那第二个是 Model，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模型是怎样，然后最后一部分是 Loss。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慢慢实做吧。好，那首先第一步是这个 data 的部分。那我这边已经开好了这个我的那个，是现在还没有，现在上面还什么都没有。那我是先有在我的这个 local 的环境先写了一部分。那今天的话，其实也没有写太多，大部分都还是空的。那今天的话就慢慢写这样子，对。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当中写这个 Deep Learning， 如果写得太慢，大家可以耐心的看一下，这样子。好，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就是在留言区发问。现在看大家都好像还没有留言，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发问，这样子。好，那我们首先就写这个 data 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使用的图片是跟它一样，是这个小狐狸的图片。那我们也按照它的按照它切图片的方法来写吧。OK， 大家就是 input 的话，我会先参考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原本的图片是比较大，那它是先切出中间的512×512个像素。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参考它的这样子。OK， 那这边的话 ，image path 我们读取进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那这个就不要了，我们就固定那个大小512×512。好，然后这边的话就按照它的写法，我们先把这个图片读取进来。这个取前3个的意思是原本可能有 alpha， 那它把最后一个那个 alpha 的那个 channel 去掉，那只有 RGB， 然后除以255是，对，这边的 RGB 就是原本的图片 RGB 是0到255之间的一个，原本是0到255之间的一个那个 unsigned integer 8。那我们会通常在这种任务里面，我们会把它就是 normalize 变成0到1的 float 这样子。所以那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 sigmoid 就直接得出结果。好，所以这边就除以25，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取中间那个 crop 的部分，那我这边就直接抄它的。
这边是先取得这个图片的中心，然后那256就直接写了，也可以写256好了。那 R 是它的半径，就是左右各取256。好，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图片的这个 RGB 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取得这个图片它的每一个像素它的 UV 的坐标。那 UV 的坐标呢，它是这样子写啦，它是用 Lean Space， 这个也可以，或者你用 np.meshgrid 直接做也是可以。那我自己的话是知道一个那个 library 叫做 Cornea， 这个也是就是深度学习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会用到的一个，就是关于图片处理的一个深度学习的那个资料库。它的话就是好处是，比如说我们 resize 一个 image， 就是把一张图片做 resize， 你可能会用 OpenCV 或者是什么 Scikit Image， 那些都可以做，但是他们的缺点是他们没有办法微分，就是他们的操作呢，你只能就是操作之前跟操作之后这两个之间是没有办法计算微分的。但是这个 Cornea 是它的好处，就是它在写的时候是把所有的这种图片的处理呢都是写成可微分的状态。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图片，这边可以顺便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难啦，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图片，你一个4个像素，比如说你要最后 resize 成一个像素，就是 resize 成1/2这样子啊。其实这个像素的这个像素的 RGB 颜色呢，会是比如说你用 linear interpolation， 就是线性的那种线性的内差的话，它这个像素的颜色其实就会是这原本4个像素加起来除以4。比如说这里 C1、C2、C3、C4 这样子，那最后这个 C 呢就会是这几个加起来除以4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微分的。对，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微分，但是就是平常那些什么 OpenCV 啊，他们就是没有这种需求，没有需要微分的这种需求，所以他们就是不能微分。但是这个 Cornea 它写好的这个资料包呢，就是帮你把所有这些操作呢都变成可以微分的。好，那我们使用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函数叫 Create Mesh Grid。那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Cornea， 对 Create Mesh Grid 呢，它会就是生成一个。就是一张图片，它每一个像素的坐标值这样子，那生出来的这个最后的 tensor 的这个形状是 1×h×w×2。那比如说最左边的那个就是最左上角就是00，那最右下角的就是这个是00，然后呢最右下角的话就会变成是，比如说就会变成是 h-1， 然后 w-1这样子，好丑哦。h-1 w-1。对，最近台湾疫情好像很严重，大家要保重。日本的话倒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话倒是之前几个月，然后反正就1月初的那时候就非常严重，还是3月啊，还是1月？对，2月初那时候就。我是在东京啦，然后我是看东京的，就2万多人，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是紧急事态宣言嘛，反正就一个就是限制大家，就是晚上8点之后就没吃的了，餐厅就要关门这种东西。然后呢，好像是就慢慢这个就一直在下降，然后好像3月底的时候就解封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比较自由的，现在维持在几千人左右。好，刚刚讲到这个 Mesh Grid， 就是如果
就是给它一个 HW 的话，它是输出每个像素的坐标。那你可以提供它一个这个 normalized coordinate 的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是告诉它要不要把这个像素的坐标都正规化。那正规化的话，就是左上会变-1，-1，右下会变1，1。那正好是我们的需求，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函数。那这个函数的话，第一个参数就是图片的高度。那我们这里已经设了半径是256，所以高度跟宽度都是2倍的 r。那 normalize 的话，我们设定成 true 这样子。OK， 那这样子的话，出来会是一个就是1乘以，我设定这个会不会太暗啊？我现在设定成暗的原因是因为之后 Unity 的话，里面我会加一个，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那个测试的影片的话，也知道，就是我预计加入一个，就是有一个火的特效，就是它会一直根据我的那个键盘的声音啊，还有那个音乐在那边鼓动。那个东西是比较亮的，所以我 code 的话想要用成黑的，然后就有一种那个火焰在黑夜里燃烧的那种炫酷的感觉。所以我现在这个会弄成黑的，是这样子的原因。这是乘以2。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有了这个 UV。好，那接下来的话，这个就叫 self R 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取得所有像素的颜色。那颜色的话，就直接从这个图片里面取得。对，我们可以直接用成把第一个取出来，就直接变这样子。好，那我们 RGB 的话，就直接等于这个。等一下哦 ，image 的话原本也是512乘以512乘以3，那我们 self 点 RGB 的话就可以把它变成是这个 torch 点 tensor 的 image 这样子。原本这个是 numpy array 嘛，那或者 image IO 它独有的一个格式。那用这个 torch 点 tensor 的话，会把这个 image 转成 tensor 的格式。那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写法，我都是用这个 torch 点，比如说我用 float 的话，预设是 float 啦，就是我想要让它变成一个那个浮点数的 tensor 的话，我是用这个写法。但我后来发现这样子写会更好一点，就是 torch 点 tensor 的话，它会自动帮你找出你当前预设的那个资料形态是怎样的。那预设当然是float 32。就是32位元的浮点数，但是这个也会根据你那个实际训练的不同会有所不同。比如说你有时候可能想要训练 FP16，就是只有16个位元的那个等数，那时候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资料形态。那用 Tensor 的话，它会自动帮你找出来你的那个资料形态是什么，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结果会是512乘以512乘以3的一个 tensor。好，那我们定义 init 的地方就是对，这个可能之前 PyTorch Lightning 的这个讲解没有讲到。之前的话就是直接用 mlist 它帮你写好的。那如果是你要自定一个 data set 的话，写法就是你继承这个 Torch 里面的这个 data set。然后就做一个 class 嘛，然后这个 class 呢，就至少要包含三个函数。那第一个是这个 init， 就是初始化啊；第二个是这个 len， 就是取得这个 data 里面这个 data set 里面总共有多少笔资料。然后最后是一个 get item， 就是你可以取出每一笔资料是怎样，这样子，就是至少要包含这3个函数。那我们init 的地方通常就是读取所有的那个资料。那我们这边已经读完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像素的坐标以及每个像素它的颜色。那接下来它的这个
dataset 的长度就很简单，就是 self r 的平方，不对，是2乘以 self r。那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就是像素的个数，所以是256乘以2，就512乘以512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要定义这个 get item， 就是我们要取得每一笔资料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也不难。等一下哦，不对，这边说错一个地方。这个 length 呢，这个东西是所有像素，但是呢，在论文里面它训练的不是所有像素。我直接给大家看扣号，它是训练每4个像素训练1个像素。怎么说？用这张图来说好了，这张图就是比如说这边是4乘4，那它使用的训练的像素呢会是这几个，就是每4个里面取1个这样子，这些会是训练的像素。那它 test 的话就是剩下的其他的这些就是它的 test 这样子。画得好丑，然后就用颜色来分别。这个是 train。对，那这个是 test。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你不能所有的都拿去训练，就是如果你所有的拿去训练，你也训练出来就是 overfit 嘛，你不知道这个模型到底是不是好的。所以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泛化成果，虽然是在同一张图片，但是就是说你训练的话，就不要拿全部的 data， 不要拿全部的像素去训练，只拿它其中一部分。那论文里面是每4个取1个，然后剩下的当做 test 资料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这个大小呢不是这个的平方，而是就直接 self r 的平方，就刚刚那个数值的1/4啦，这样子。好，所以我这边的 get item 的话，想一想要怎么写哦。好，或者是我直接。那我这边直接创造一个 train UV 跟 test UV 也是可以的。好，比如说我就在这个参数里面再加一个 split。那这个 split 呢，就是 train 或者是 validation 这2种。我可以在这边写 train or validation。好，那我们这个 UV 跟 RGB 就会根据这个 split 而有所不同。那比如说这个 train 的时候，好，那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split 是这个 train 的话，我们就取这里的1/4这样子。就写法就很简单，就是冒号冒号2，冒号冒号2就是每2个取1个这样子。对，它是每2个取1个，那横向是每2个取1个，纵向也是每2个取1个，所以最后会取得1/4的资料。那 RGB 的话也是一样的写法。好，所以这个的话会是256乘以256乘以2，然后下面的话会是256乘以256乘以3。好，那如果是 validation 的话就不变，那我们就不用再写 else 了。因为我们的 split 就只有这2种。好，那 length 的话呢，就这边我们就可以写就 return self 点 uv 的 length。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一下哦，不对。哦，取完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flatten 吧，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就是 reshape 成 n 逗号这样子。我们这边也可以用之前学到的。之前介绍过的这个 inops， 这我就不再多讲了。就是这个东西之前也讲过蛮多次，就是在更换这个形状啊的时候，它是很好用，而且就比较不会出错。比如说这个 UV 的话，就是 HW 乘以 C， 要注意这个数字的话，你也要给它一个这个给它一个英文字母。如果是1的话，才可以直接用1。那这个的话，我们是把前面2个用在一起，所以写法是这样子。
好，那这个出来之后，其实就不用再 comment 了，其实，因为这个的话就比较容易懂。RGB 的话也是一样。好，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第一个这个 UV 啊 RGB 的它的这个 tensor 的第一个形状呢，就会是所有像素的个数，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len 这个方法来取得所有资料的个数，或者你也可以写 self 点 uv 点 shape 0啦。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len 的写法，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两个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这样子写，就是取得 shape 的第零个索引的位置。好，那这个 get item 里面就不难，我们就直接 return 这个里面的东西吧。可以用一个 dictionary， 比如说 uv 的话就是 self 点 uv 的 index 这样子，然后 RGB 的话就是 self 点 RGB 里面的 index， 就这样一行就结束。这个的话是取得每一笔资料就是取得每一笔资料，所以取得的方法就直接括号 index 这样子。好，那这个取得资料的部分我们就写完了。今天这个任务算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写的还可以，比较快。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定义这个 model 吧。好 ，model 的话，我们就先最简单的就是一个 UV 直接 input， 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什么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也没有什么 siren， 就直接一个 MLP 这样子。好，那我们想一下哦。这边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呢？因为叫一个 class 叫 identity。好，我用一个 class 叫直接叫 MLP 好了 ，MLP。用一个 class 叫 MLP，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很简单，就是一个论文里面是使用4层的 MLP 啦，那我们也跟它用一样的，但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参数，比如说这个 number of layers 是4，然后每一层的这个 hidden units 是预设是论文里面是256，那我们用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不要忘记每次都要 super init。然后 PyTorch 里面的 NN 就是这个 neural network 点 module 的话，它就是至少需要这两个，一个是 initialization， 那这是每个都需要。那另外一个是 forward， 就是定义说叫到这个 module 的时候它是怎样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先定义这个 MLP 吧。然后这个东西就不难，我们会用一个 sequential 的写法是什么？很久没写，因为我都是复制之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写的 nerf 里面是怎么写的。我应该也是用 sequential。就直接加在一起就好。好，那就是每一层就是第一层的话 input 就是2，还是我直接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可以 pass 一个 list， 我查一下如何在这个 module 里面 pass 一个 list。module list 是吗？nn 点 module list。就是 sequential 的话，你要一开始就定义好所有的，
那这个 module list 的话，是你可以给它一个 list， 就你先把所有的 layer 加到一个 list 里面，然后再用这个 module list 把它变成一个 module， 这样，应该是这样子，记得。所以我们这个写在外面好了。比如说就叫一个 module list， 那一开始的话是一个 input 的话是2，因为就是 UV 嘛 ，UV 就有2个东西。好，那第一层是这样子，然后呢，在 for in range n layers 减1，就是第一层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在剩下的这几层呢，好，最后一层也要特别的处理一下。看一下它，它到底是几层啊？我看一下。那这样子写的话，哦，没事没事，那我们还要判断说是不是在最后一层这样子。n layers 减2，或者我直接这样也可以啦。如果是在中间层的话，就加入linear， 加入是这个 hidden units， 然后再加上 value， 这样子。就如果是中间层的话，就是加入 n 乘 n， 那如果是最后一层的话呢，则是加入 n 乘3这样子。因为我们最后输出的是 RGB， 所以输出是3，然后输入是2这样子。然后呢，那这个 network 呢就会是 module list 的这个东西。我记得要把这个 list 分开，是这样子写吗？我记得是这样子，可是可以，还是直接写啊？等等，这边我不太确定，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如说用 Jupyter Notebook 来测试一下。直接输入来着。哎呀，好啊，等一下这跑到哪里去了？哦，我通常 debug 都是用这个 Jupyter Notebook， 因为它是就是互动型的，所以你可以马上看到结果。我现在是想要确认这个写法到底是不是对的，因为很少用 module list。import torch， 来看一下哦 ，MLP。哦，那不用切开呀？再一次。好，
那这样应该，这样是对的吗？这样陈述是对的吗？我是比较好奇。那反正陈述不对也不重要啦，就是结构是这样子，就是输入是一个 UV， 所以是2。哦，输入对，是一个 UV， 所以是2。然后呢，输出的话就中间经过很多层256乘256的中间层，然后最后输出是3，就是 RGB 这样子。好，但最后地方有一个地方写错了，就是最后输出不是 ReLU， 因为最后输出是那个 RGB， 所以 RGB 的话是介在0跟1之间，所以我们会用 Sigmoid。对，那中间层是都用 ReLU， 没错。好，那这边的话呢，接下来再写它的 forward 的部分。那 forward 的话，我们进来的这个x 呢，就会是 batch 乘以2，那就是那个像素的 UV 这样子。那这个是经过正规化的这样子。好，那这边就 return 很简单，就是 self.net_x。对，那这边的话就会输出一个 b 乘以3的一个 RGB 的计算结果 RGB。好，那我们的模型就很简单，就这样子写完了。Hello， sequential， 对，用 sequential 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要加一个星号。了解。这两个有不一样吗？是不是一样啊？我们可以试试看。刚才是用这个嘛，那我们用，应该是一样的啦。self.net 是 nn.sequential。感谢你这个黄建新。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应该是一样，就现在变成一个 sequential， 然后后面是一模一样。对，应该就是要么 module list， 要么 sequential。所以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我查一下这个 module list 跟 sequential 有什么差别。有的刚才问题就是在问这个好吧？刚才我没有在管他在问什么。module list 就是，他这个人说不可以交换，就是有一些情况你只能使用其中一个。等一下 ，Hello Noli， 现在写深度学习的。这边他说 module list 没有 forward， 他没有 define 任何 neural network。所以module list 它没有办法直接 forward 它是这样子写的所以要用 sequential 是吗？我们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然后用刚才那个，看会不会出错？应该是会出错，照他的说法的话。如果是 module list 的话，而且这个我不太熟，所以感觉是在做一些初学者的事。不过大家也可以顺便学一下初学者是怎么学习深度学习的。好，反正这个 ReLU 就先这样子，然后我们定义一个这个看看，然后我给它一个 input，x 是 torch.tensor 的，比如说10乘以2的一个东西，那就 zeros 好了，10乘以2，然后我们 pass 到这个 x 里面来，好吧？不行，他没有，就是像他说的没有定义那个 forward。那如果是用 sequential 的话呢 ？sequential 就可以。
好，那我们不应该用这个 module list， 而是应该用 sequential。好，那 sequential 的话，前面就要加一个星号，把它展开来。星号在一个 list 前面，就是把它展开来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这不能在外面直接用啊，好像不能这样直接用，要把它定义在一个函数里面这样子。比如说 return 然后这样子，不对，对，就是说星号在一个 list 的前面是把它切开的意思，但你不能单独用，你要在一个函数里面才能用。好，那我们这个模型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输入就是 identity 的这个已经写好了，这个不难。好 ，return 的地方就是 forward 也写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地方，这个 model 我们已经写好了 ，OK， 给它一个 check。module list 要用 for 取出来每个层。那我知道，就是你要用 module list 的话，你要在这个 forward 里面呢，你要把它就是for 一下 i in range， 比如说这个 n layers， 然后呢，你要把它，比如说你要把它一个 net 0等于这个 self 点 net 里面的，比如说第 i 个这样子，然后你要 x 等于 self 点 net 0的 x 这样子，把它一层一层这样 pass 过去，是可以这样子写，应该是要这样子写。应该如果用 module list 的话，叫 for 一下，然后把每一层一个一个取出来，然后这样一个一个 pass 过去。那如果这样子写的话，还不如你就上面的地方，你就每一层就不要这样子写。比如说，你就定义这个 self 点 layer 0等于这个，然后 self 点 layer 1等于这个，然后定义4个这样子的，然后你在这里的时候呢，就 x 等于 self 点 layer 0括号 x， 然后 x 等于 self 点 layer 1括号 x， 就每一层一层这样子 pass 过去。我自己是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子写，当然不会这样子啦，就是 layer 0这个 layer 1 layer。那你就有10层的话，你就要写10个。那 Python 的话，刚才教一些小技巧，就是 Python 的话有一个东西叫做 set attribute 跟 get attribute。所以呢，比如说你有 n 层，假设现在每一层都一样好了，那就是说你可以 set attribute 就是 self 点 layer， 然后 i 这样子。然后把它设成一个东西，比如说设成这样子。对，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你这一句话的写法就等于是下面这一句的写法。也就是说，你原本变数的话，你这边不能加任何变数，但你用这个 set attribute 的话呢，你变数的名称里面可以包含变数。那这个的意思就是 self 点 layer 0啊，然后 self 点 layer 1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变数，那它里面的 i 呢是可以自由变化的。那你要取出来的话呢是用这个一样的方法啦，就是比如说 layer 就可以等于 get attribute， 就是 get attr， 然后你把上面这一串一样的名字弄下来，你就可以得到那一层的这个神经网络的构造。然后你再比如说 x 点 layer x 这样子，对，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你有10层，你也不用 self 点 layer 0 layer 1 layer 2一直到 layer 9，你就用这个 set attribute 就一行就结束了。那也不是一行，就是你中间层数的那个
如果结构不一样的话，你还是要这个也写错了，现在要加一个 sequential。不过，想法是那样子，就是你每一层定义的话，你就是可以用这个 set attribute 这个方法。好，但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吧 ，sequential 的一个 list 这样子。那这样就一行就结束了。好，然后最后我们要回到这个 train 里面来。我们说要定义这个loss 的地方是在这个 train 里面，然后我们就先把需要用到的这些模型 import 进来。其他的雏形我也有写好了，但是就还没有写内容。对，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只有一个 MLP， 那它 input 的是一个 identity 这样子。好，然后剩下的话要什么嘞？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加入这个 option 里面加入一个 arch， 就是我们要训练的那个神经网路的type。default 就直接是 identity network structure。等一下的话，我们会加入那个positional encoding 啊，或者是 siren 这些。那我们 default 先只有给它一个 identity。那你如果要限制可以选择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choices 这个参数。那代码太长了，对啊，你如果每一个都 layer 0 layer 1，那个就超级长，不会那样子写。但我知道可能有人会。好，这边是介绍的话，那个如果你要限制可以选择的那个参数的话，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加一个叫 choices 的一个参数。那这个的话是一个 list， 那现在的话只能选 identity， 如果选其他的会出错，是这个意思。好。然后，那这个 image path 还需要吗？还是给它一下好。好，然后那我们这边的话 self.net 的话就是，就要看这个 hyperparameters 里面的那个 arch 是多少。如果是 identity 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MLP， 那这个 hidden dim 我们就固定成512。反正今天的话，那个就是神经网络的构造都固定，就是4乘256的。然后就是测试不同的，比如说 siren 啊，或者是 positional encoding 或者其他 activation 的时候，那个神经网络的表现，我们来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好，那就这样子。然后 forward 的话就是 self.net， 这个是 OK。然后 prepare data 这边的话，原本那个 mnist 的话是要下载资料，下载资料是写在这个 prepare data 里面，但我们今天资料已经下载好了，就是这一张那个狐狸的图片。但你也可以测试其他不同的图片。那今天的话，是因为我们主要是看它这个方法重建细节的那个表现，就比如说这些毛啊，就是一根一根的，就是每一根之间距离很近，那你要怎么把这些毛，就是很好的把它重现？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所以我们使用的这张图片刚好就是具有这种高频的这个特性。对，好，那我们刚刚说 prepare data 不用，因为我们资料已经下载好了。那 set up 的话是，把那个 train data set 跟 validation data set 都准备好的地方。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很简单，我们这个 train data set 就是刚才写的那一个东西，我们要记得把它 import 进来，是在这个 data set 里面 import 名字叫什么来着？名字叫做 image data set。对，然后。那 train 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参数是图形的 path， 图形的路径。那第二个参数是 split。那 train 的话就是 train。
然后接下来的话 ，validation 的话一样，那个使用的 dataset 的名称是一样的，我们就只要改这个 validation， 就改 split 就可以了。好，那这个 setup 也结束，然后 train loader、validation loader， 其实我们就也不需要改啦。我这个 worker 好像被我拿掉了，就 worker 那个参数，其实，然后我看就是之前也有说过，就是一些人实验出来的结果就是大概这个东西影响就是读取资料的速度。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资料也非常少，就是一些像素而已，那设定多少都应该影响不大。那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大的资料集的话，然后有人实验出来说大概是4或8是效果平均来说是最好的，所以通常这个参数我都固定啦，因为懒得去改它，因为跟那个模型的表现也没太大关系。好，然后 batch size， 那剩下都一样，那我们就不用管它。然后呢 optimizer 的话，我们参考一下原本论文的吧，看它是用什么。有吗？这里有写吗 ？Optimizers Adam， 它也是用 Adam， 反正就是最常用的 Adam， 然后 Learning Rate 就 Learning Rate， 它也没有用那个没有用 Scheduler，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不需要 Scheduler， 我们就用一个 Optimizer 就好。就是保持跟他论文的那个时装是一样，那也不用 get learning rate。那 seed everything 应该现在也不需要我们把它弄。刚刚那 seed everything 就是保证每一次结果是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话应该不需要。好，那 optimizer 也定义完，接下来是这个 training step， 就是每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要怎么计算 loss， 然后要 log 什么东西之类的。对，这个名字我先改一下，我们今天叫什么 coordinate MLP 好了 ，coord MLP， 之前是叫那个 MNIST， 今天改一下。好，那我们这个 batch 的话，大家还记得我们 batch 里面是什么吗？ batch 里面的话，如果我给它的是一个，我们现在回到看这个 dataset 的地方。如果我们 get item 里面是给它一个 dictionary 的话，那在这个 batch 里面它也是会一个 dictionary 的方式回传，所以我们这个 batch 里面呢就包含了这个 UV 这个 key 跟 RGB 这个 key， 就这两个。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RGB predicted 等于 self 括号 batch 里面的那个 UV， 就是我们要把 UV 呢通过就是 pass 到神经网络里面，然后得出预测的那个 RGB 的值是多少。好，然后呢我们来计算 loss 的话呢，就是通常这种计算颜色之间的 loss 呢，我们会用那个 mean square error， 就是每一个像素之间的它的像素之间的颜色差，然后我们减下来，然后平方，然后再取平均这样子。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再定义一个，我通常就是会再定义一个档案叫做 losses， 虽然我们今天这边可能不会用到太多，但我习惯是再定义一个档案叫做 losses， 那我在里面呢就是定义所有可能会需要用到的 loss， 比如说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是 mean squared， 那之后有可能我们会用到什么，就直接是 absolute difference， 也有可能，那就定义一个档案的话，管理起来比较方便。那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MSE loss。哦，不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好像也不用哦，因为这个也是一行就结束。哦，那算了，我们不要定义好了，因为这个 loss 计算其实也是一行就结束。
就是我忘记 PyTorch 里面的 mean squared error， 我就直接一个 MSE 是吧？好，那我们就在这个 initialization 的地方，就定义一个 self loss 等于 MSE loss 这样子。或你也可以用 functional 里面的啦，我是习惯用一个 class。对，刚刚我说在另外定义一个档案叫做 losses 点 py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就是可以用这个 hyperparameters 里面，比如说你在这边再定义一个叫做 loss 的一个参数，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叫做 MSE 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子。然后如果是什么什么时候的话，可以是 self 点 loss， 比如说就是叫什么absolute difference，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好吧 ？PyTorch 里面好像没有，有吗？查一下，就是直接是标那个不是标的，那个绝对值的差，L1 啊 L1 loss。比如说那个东西等于 L1 的话，就用 L1 loss。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把它就是分开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只有 MSE loss。好，让我们 self 等于 loss 就是这两个东西。前后有关系吗？我有点忘了，我记得没有，还是有。通常都是 input 放在前面。好，那我们后面这个 ground truth 的话就是 RGB batch 里面的这个 RGB 这样子。好，那我们 loss 计算完，正常来说只要写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我会还想要再计算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PSNR。那这个 PSNR 呢是来判断说两张图片相似的程度是多少。那个值越高的话，代表越相似。那其实就是跟这个 MSE mean square loss、mean square error 是计算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他把那 mean square error 计算完之后，他取那个 log 10，把这个乘小的数把它变成在一个大概20-30之间，就是一个好的结果的话，通常会在20-30之间这样子。那这个的话，我之前有写过，所以我就直接复制过来。就在 Nerf 里面，我们也是比较这个图片的相似程度，那也是用那个 MSE 跟 PSNR 来计算。好吧，我这里直接都有写，我是把这些都复制过来好了。贴在哪里比较好呢？那我照刚才那个写法，我叫一个 matrix 点 py。等一下，这 PyTorch Lightning 里面也有就是它自带的 PSNR， 这样有。但我没用过。顺便查一下怎么用啊。PyTorch Lightning Torch Matrix 还要新安装哦。要新安装呢？那算了，我还是用一个好了。最后我再查一下怎么使用这个东西。好，这边我顺便把 MSE 也弄进来了。那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再 import 一下 PSNR 这样子。
PSNR 就是取两个图片，然后计算它的那个 PSNR。我们这边可以加一个 torch no grid，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计算这个 gradient，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让我们先看它的这个训练的分数，我们并没有要对它做一个那个反向传播。所以我们加入这个 decorator， 加入这个修饰符之后呢，那接下来的计算就不会有计算 gradient， 那会减少这个记忆体，就是 GPU 的记忆体的使用量。好，那或者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啦，一样的写法，就是 with torch no grid， 然后要记得括号，然后你在这里写就是不要计算 gradient 的东西，这样子，或者是像刚才一样，直接在这上面加 at torch no grid 这样子，一样的。好，那我们的 PSNR 会等于 PSNR 的，看一下哦，第一个是 prediction， 第二个是 ground truth。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 log 出来，叫做 train/PSNR 等于 PSNR， 然后 prog bar， 我们把它 log 在那个 progress bar 进度条上面，这样子监督起来比较方便。好，OK。好，那这边就没了。那接下来的话是 validation step。validation step 我们也做一样的事吧。那我们可以不用 loss 了，其实可以用一下 loss 好了。等一下哦。我突然发现。我刚刚在取 data 的时候是，那 test 的 data 也是全部的，好吧？所以刚才有一个地方讲错，其实这个 test 的话，不只是没有包含在 train 里面的，它原本在 train 里面的也是有在 test 里面，对。它是取所有这一整张图片，整张当做 test， 所以其实应该说这边的那个效果，重现的效果会好一点，那剩下的可能差一点这样子。但他不在意这些，就是所有的像素，然后去平均。好，那我们也跟他的写法一样就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一样就计算一样的东西，其实这边的话一模一样然后 loss 的话就 loss， 然后这个 PSNR 的话就是 PSNR。好，然后最后 validation epoch end 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全部 concat 起来 ，min PSNR，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呢输出，就这样。就根据之前写的那个 MNIST 的程式码，就加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最后就是来训练的地方了。我们这边就全部存起来，剩下的应该也不太需要改。我们也没有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所以剩下的这些参数呢，我们就原封不动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样子大概程式的部分就写的差不多了，就至少这个 identity 的部分。对，还没有 ，sorry，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之前那个 PyTorch Lightning 的时候没有介绍到的，对，但这个我要看一下之前的 nerf，就是我们上次在介绍 PyTorch Lightning 的时候呢，是有说我们计算这个loss 啊什么的，或 PSNR，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这个 TensorBoard 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之后打开来看它的那个
训练的曲线这样子。好，那时候只有讲到这些，就是浮点数啊，就是一个数值它的记录的方法就 self 点 log， 但是呢还有 TensorBoard 还有除了记录一些浮点数之外的更多的其他用处，比如说它可以记录图片啊，甚至是什么所有的权重，甚至是什么比如说一个 confusion matrix， 就很多种不同的资料你都可以记录。那我们在这边呢，除了记录这些 loss、PSNR 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 validation 的时候记录说，哦，这一张图片它重现出来的结果到底是长怎么样子。我们也可以顺便把这个每一个 epoch 它训练完之后，它的结果把它显示出来。对，那今天的话就顺便教大家如何在这个 PyTorch Lite 里面，然后在那个 TensorBoard 里面加入图片。好，那这个的话也是复制以前写的。那有一个叫 self 点 logger 点 experiment， 然后点 add image 这个东西。我就直接复制过来，应该是在，看一下哦，复制大法，嗨，灯草棉，等一下哦。等等，这个在 validation epoch 里面 ，validation step 里面。我思考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在每一个 step 里面，但每一个 step 里面只有一部分的像素。就比如说一张图片是512乘以512，但我如果 batch size 是1024的话，那这个里面只会包含1024个像素的值。那要么就是我把它再存在 log 里面，然后在 epoch end 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再画，也是可以。或者如果我可以保证说512乘以512全部一次 pass 过去 ，memory 也不会爆的话，那我也可以在这里做。其实，但算了，我把这个 RGB predicted 也记在这个 log 里面好了。但这样子会不会记录出来啊？应该不会。好，我把这个中途的结果存在一个函数里面，然后最后把它 stack 一下。RGB predicted， 所以这个东西最后出来会是512乘以512乘以3。等一下哦，想一下，这个东西是多少啊？每一个东西是 b 乘以3。Torch 点 stack， 那应该用 cat 咯。stack 的话，应该是在第0个位元的地方把它 stack 起来。那我们应该用 concatenate， 这样子的话出来的话会是所有的乘以3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取出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reshape 一下，把它 reshape 成就是图片的那个格式。这个东西就 rearrange， 然后 RGB predicted， 然后 HW C， 然后把它变成 H 乘 W 乘以 C， 这样子的话，等等哦。这边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写在 TensorBoard 的那个方法的话，它需要就是 PyTorch 的那个图片的格式，也就是 CHW，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 reshape 成 CHW。好，那写一张图片的方法就很简单，就这个 logger 点 experiment 点 add images， 然后
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写。哦，之前是有写把 ground truth 也写上去，就把 ground truth 也画上去，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耶，就是我们 ground truth 跟ground truth 跟预测的结果把它排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比较。那算了，等一下再写好了，我们先写就单纯的把 prediction 弄出来就好。prediction 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写上去。好。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最后这个参数是就是当前训练的这个步数，那可以用 self 点 global step， 这个是 PyTorch Lightning 它里面自带的，就有2个蛮常用到的啦，一个是这个 global step， 这边的话可以取得就是当前训练的这个步数，比如说你可以在 train 的时候，比如说 if self 点 global step。比如说，可能大于1000之后，大于1000之后，你的 loss 可能变成另外一个 loss 之类的，反正就可以做一些操作，用这个当前训练的步数来做一些奇怪的操作。Hello， 罗新勇，你好。或者是除了这个 global step 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做 current epoch， 这个是可以取得当前训练的这个 epoch 的。那个数字，比如说一开始是0嘛，那你可能比如说训练超过5个 epoch 之后呢，你换成 L1 loss， 这种操作也是可以的。对，就可以用 global step 或者是 current epoch 来取得一些训练的那个步数 epoch 之类的。好，那这边的话，这个步骤是教大家如何在 TensorBoard 里面加入一张图片，那是这样子的写法。等一下是 Add Images 吗？看一下哦，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张图片，那是不是只要 Add Image 就好啊？应该是跟这个写法一样啦。好，就 Add Image 就可以了。Add Images 的话，应该是复数的，就是多张图片才是用 Add Images。那今天只有一张图片就 Add Image。那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加入一个 ground truth 在它旁边，那就 Add Images 这样子。好，那现在的话这样子就可以。OK， 那应该 OK 了吧？接下来就是见证有没有错的时候，还不到奇迹的时候，现在只是最简单的部分。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好吧，那我们来正式训练一次看看。再开一个吧。好，比如说我先监测有多少个 GPU。哦，其实已经用蛮大的嘞。好，我现在就奇迹一下嘛，哈哈，奇迹一下嘛。我们现在已经用了4 GB 了，但我什么都没有用，就用 OBS 而已。但剩下的应该还是够训练啦。我们把那个 batch size 调小一点，应该就没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调的，基本上就 batch size 跟 learning rate。然后要训练几个 epoch 这样子，这我们参考一下原本这个论文的好了，看一下它的训练。OK， 它是1 - 4 10的负4次方是 learning rate， 这个没有问题。然后 batch size 是多少啊？是这个吗 ？mapping size 好像不是。那 batch size 它是多少啊？B 是这个吗？不是。
然后找不到的 batch size 是多少？诶 ，OPT。Mapping size 吗？也不对啊。那好奇怪，我找不到它的 batch size。Train model 还是它一次就全部啊？不能吧？对，它一次就整张图片丢进去，等等。这样看起来它是一次就把所有的 training data 当做一个 batch，也不是不行。如果是这样的 batch size 会是多少？256乘以256。我们要这样做吗？好大哦，这样子看听起来。我想一下哦，也可以试试看。要试试看吗？一次一整个 batch，太强了吧？不是一整个 image。好，那我们先按照它的试试看吧。等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它是训练2000个 epoch，那个 iter 就等于是 epoch 的数量，因为它一步就是一整张图片。那这样子的话，看一下哦，因为我每一步都会存一个 checkpoint， 那这样子会有每次训练完会有2000个模型，这样太多了。还是我先把这个 checkpoint 弄掉啊，就先不要存任何的东西。先不要存任何的东西看看。规模突然大了起来，就一张图片而已。好，我们先试试看这样子，就它的 batch size 就是一整张图片，然后 epoch 就是每一步有几步，那它是2000步，那我们跟它一样。好，那我们就开始训练吧。然后我们就设定那个实验的名称就好。那我们这边就 identity。好，那这样子试试看。workspace。init takes one。matrix 这边有错。什么意思啊？init takes one positional argument。我竟然看不懂它这边是什么意思。init takes one positional argument. The two were given。为什么 import 就出错啊？等等。还是我 torch no grad 写错了？怎么可能？
哦，要加括号，是 ，sorry， 写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要加括号，这边刚刚少加括号了。好，那这样应该可以，然后还要给它一个那个 image path， 或者我直接也固定好了，我在这里面 default 一下。Default 就是这个 images 下面的这个 fox 点 jpg 这张图片，在这里，就是这张狐狸的图片，然后我们把它 crop 中间这样子来训练。好，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好，这边 GPU 这边出错的地方是在这个 HW， 因为他不知道 H 跟 W 是多少，所以这边会出错。那我们就给他那个 H 跟 W 分别是多少，那就是长宽就是那个图片的半径乘以2这样子。对，我们这边也可以用 train data set 去 get 到这里面刚定义的这个 self 点 r 这样子。好，再来。哦，等等他这边抱怨的是大小不一样的呀。但 validation 的话应该是512才对啊。那我看一下这个 validation， 哦，是 validation data set 啦。不对啊，这是一样的。那开始 debug， 大家稍等我一下。我们看一下 validation data set 里面的 UV，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应该是512乘以512啊，对啊，262144，这个值是对的。这个值是对的，那为什么这边会错？等下当了，不知道为什么当了。烦哦，再开一个。这个出来的大小对吗？这个出来的大小是这个的大小。print 一下这个的大小。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了啦。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 num-sanity validation step， 这个参数的用处是上次讲到的，就是你每一次训练完你才会做 validation， 所以就是如果你 validation 的程式码有错的话，你如果不先确认有没有错，那你就是训练完你才知道错，那你就训练时间就浪费了。所以这个的意思是让你在训练之前先做一步测试，但是因为我们一步测试是只有一张图片的一部分，是只有这个256乘以256，所以的话第一次 validation 的话就没有全部的图片，对，那就会在这里那个 size 就不够，因为只有1/4的图片。对，所以
那我们这边解决方法很简单，我们把这个东西用成0就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就今天的这个程式比较简单，所以是那个 validation 的 code 应该是不会有错的。看它default 是2是吧？那我们把它变成0就好。好，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好，训练这一次应该可以开始了吧？found D type double， 有 double， 为什么有 double？ 所以我在 dataset 里面的时候，这些是 double 吗？我们 print 一下哦。但我是对 ，RGB 是 double， 为什么啊？这样子不是应该预设是 float 吗？那 trainer 里面预设也是 float 才对啊。就是 precision 那个东西。那我这边直接改好了，就懒得找到底是哪边不对，这边就把它改成 float tensor， 应该就会强制变成32位元。好，等一下，但我现在训练的有点慢，那我们先停止一下。我们 Hello， こんばんは、宮城さん。今コーディネート MLP ディープラーニングの実装をしています。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结果。那这个 那个什么 Windows Subsystem Linux 的好处，它是 TensorBoard 也可以完全直接在这上面看到。等一下 Train 怎么一个都没出来啊？等一下哦，发现奇怪的东东，为什么 Train 都没有出来啊？只有 Validation。而且这个出来的颜色也很奇怪。等等，还是要加这个才会出来啊？应该不对吧？那为什么 train 的 log 都没有出来 ？train loss 有啊。如果加了这个会出来吗？把这个删掉，重新跑一次。等，不对啦，是 training samples。它 log 的 Hello Miss Kokoro， 我发现问题了，等一下，跟那个没有关系。
跟 checkpoint 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不用存。但是说它是说 training 是 training 是每50步才会 log 一次，但我们每一步就一个 epoch 只有一步，所以完全就不会有东西 log 出来。想一下哦，这个要怎么做会比较好？个人还是想要说不要 ，Hello， 带我来看什么酷东西？那现在还在 debug 中，带你来看那个深度学习重建一张图片。Page size 是这样子。我还是想一下这个，都还是不要一张图片。比如说，我就1024可能有点少，比如说4096，那这个 learning rate 可能可以改一下。256乘以256是那个的几倍啊？16倍。那就是说我的 epoch 要变成32000。那这样有点多。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256乘以256除以4096，所以总共还是只有16步而已。那我们这个可能还是要加那个 log every n steps 这个东西等于1，每一步就 log 一次 training 的结果。然后 validation 的话，让它不要太常做。对啊，还是回去一次看看。参考一下它训练出来的 loss 会是多少？如果是单纯的话，单纯的话是这样子，是这个 none 的部分，它的话训练的 error 也是从12多开始，最后大概上升到16左右。所以我们等一下测试出来的结果，如果跟这个差不多，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等一下，但我还是好吧，那还是先用一样的结果看看。但是有点久，因为2000步的话好久哦。再一次。因为这样还要等他等好久，一次要一次要1秒。不过它的 PSNR 是有在上升啦，现在就是 identity 的部分，那 loss 也是有在下降。我们来再监测一下那个 TensorBoard 好了。这次应该所有东西都 log 出来了，对，大家看到我们成功了，至少 log 东西有出来。那我们看一下 images 的部分，好吧，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但这个 train 的 PSNR 应该是已经跟它的差不多了，我感觉。这些全部关掉。感觉已经跟这个差不多了，就接近 12.5 一开始的地方。但是就是它这样要训练好久哦。好没？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先进行下一步，我们可以来加入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对，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呢就很简单，我们是说。刚才的话就是 UV 这个
像素的坐标呢是直接输入这个 MLP。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加入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那这个的做法，这个东西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 UV， 比如说 U 的话呢，我们 positional encoding 叫 gamma， 我们上次解说的时候叫 gamma。比如说我们 gamma of U 的话呢，它就是 sin U， 然后 cosine U， 然后 sin 2U。cosine 2U， 然后一直到，比如说，如果有10个频率的话，最后就是2的9次方 U， 然后 cosine 2的9次方 U。这个东西是 positional encoding 这样子，然后 V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实作这个部分。那实作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按照这样子写，就是先写所有的这个频率，然后把它乘起来，然后再丢到 sin 跟 cosine 里面。但是呢，实际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效率更好的写法。那效率更好的写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呢创造一个 train epoch end。黄建新在说什么？实际上有一个更好的写法，是我们创造一个很大的矩阵。我们创造一个很大的矩阵，比如说这个矩阵呢，左边就是1001，然后呢，在它旁边是2002，然后一直到这个2的9次方0 2的9次方。我们把它创造一个矩阵叫 P 等于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先擦掉哦。我们刚刚说 gamma of U 是这样子嘛，gamma of V 也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创造一个 P 长这样子，如果我们现在把 P 乘上这个 UV 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把 P 乘上 UV 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频率都出来了。这个东西乘出来会等于这边是 U， 然后 V， 然后2U 002V 这样子，你就发现所有的东西其实都那个频率都出来了。然后最后你要再把这个东西 cosine 跟 sin 再加在一起，就是所有的那些所有我们想要的这个 gamma 里面所有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用这样子的写法，就是先创造一个矩阵 P， 然后把 P 跟那个 UV 乘起来，然后再 sin 跟 cosine， 然后再 stack 在一起，这样子的写法。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这个训练的结果，才200步而已，1/10，看一下。怎么好像 train 跟 validation 是一样的啊？些许不同。两个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感觉是一样的啊？哦，有了啦，那个狐狸的轮廓已经出来了，但就是非常的糟，就是像它这边训练出来的结果一样，就是还是很模糊。像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为什么 train 跟 validation 的结果好像一样啊？比如说144是 13.23， 一样那为什么 train 跟 validation 是一样的？那我先找一下这个为什么 predicted， 这个是一整张图片，没错。正常来说应该会比较低呀，但它这个看起来也差不多对，它这个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train 跟 validation。
所以差不多是正常的嘛。实际上的值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感觉是一样。好，没关系，我们先来写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部分吧。那这个的话我已经先创造了一个叫 P1 的一个 class。那这个 class 呢就是做 positional encoding。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参数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encoding matrix 叫做 P，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每一个 x， 那这边的话是2啦，就是2，每一个 x 是 uv 嘛，对 batch size 乘以2的 uv 的坐标，然后呢我们把它跟这个 P 做相乘，P 的话它叫做 F2 好了 ，F 乘以2，好，把它跟 P 相乘，然后加上 cosine 跟 sin， 然后最后再把它 stack 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这个东西叫做 x bar 好了，对。OK， 那这个形状的话呢，这边的话是 b 乘2乘上2乘 f， 所以这个东西会变成 b 乘 f。你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把它每一个原本只有2个大小的那个向量，就是只有 u 跟 v 的这个向量呢，把它做一个叫做 featureization。如果你有做一个那个 data engineer 的话，你会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把它一个原本的资料，把它的特征变多。那 positional encoding 它实际在做的事也是差不多，就是把一个原本只有一个很低次元的资料呢，把它的次元增大。对，所以你可以看到2的话就变成 f。那 f 的话，实际就是看你有几个频率，比如说有10个频率的话，这个就是10乘以2这样子。对 ，Hello， 樊佑明，安安。然后呢，我们最后这个东西只是把它频率乘上去而已，所以这个乘完之后会变成就是刚写的这些 u 啊，2u 一直到2的9次方 u。那之后呢，我们还要个别加上这个 sin 跟 cosine， 然后最后把它这些特征呢全部加在一起。那记得 concatenation 它的这个 dimension 是1，因为每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大小会是跟 x bar 一样是 b 乘 f，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那我们把它在第一个 dimension 把它就是 concat 起来之后呢，它会变成 b 乘上 2f 这样子。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positional encoding。Hello， 最近 Python の問題解けなくなってきたので、数字とアルゴリズム勉強し始めてます。そうですね。確かみやびさん B 問題解けましたよね。あれ、B ランク以上になると多分アルゴリズムとかデータ構造の知識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ので、勉強を始めるのはいいと思います。多分もう単純なストリングとかの操作だけじゃなくなる。好，那这边的话会变成 b 乘 2f。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呢，就是如何构建这个 P。那构建 P 的地方，我们在这个里面做。好，首先呢，我们一样哦，我们定义，我们先在那里面定义 P1 好了。就是如果用 P1 的话，我们要做 positional encoding。Hello， 空多，晚安。今天在做 coordinate MLP， 现在已经做好最简单的部分了。哦，对，新来的观众樊佑明，对，可能前面没有跟到，再跟你们讲一下我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在做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解释，但是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的设定，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一张图片，然后你想要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去重建它，那它每一个就是
重建的意思就是它每一个像素都有一个坐标嘛，那你就是输入这个坐标之后，把这个坐标输入到神经网络之后，你要取得就是计算出那一个坐标的 RGB 那个坐标的颜色，然后让这个东西用神经网络去学习起来。好，那我们在 Nerf 里面有说过，如果只是单纯的把 UV 丢进去，那生成出来的结果会非常糟，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一片模糊。那在 Nerf 里面，我们讲到要加入一个叫做 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东西，是一个 cosine 跟 sin 的一个就是线性组合。如果加入的这个东西，那你的图像的这个复原程度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好。比如说像中间这个样子，应该说它这边的话应该是这里，就会图像的重建效果就会变得非常好。对。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来比较说没有跟有，实际上真的是差这么多吗？就是把这个东西用PyTorch Lightning 把它写出来。无中生有为隐性，生物学老师的口头禅。哦，就那个嘛，豌豆杂交，如果是两个一个大 A 一个小 A 的两个豌豆结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可能有办法生出脸。就是有两个小 a， 那隐性就会出来了，可以的。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定义一个 p， p 的话，我们刚才说是，对，p 的话，我们刚刚说是长这样子的嘛，就是这样子。1001、2002，一直到2900029，所以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你们可以把它分开来看，就是前面这边是一个对角矩阵，那这边也是一个对角矩阵，一直到最后都是对角矩阵。那就是每一个对角矩阵，你把它乘以2的某个次方。所以这边的话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先创造一个 list， 那它是一个 torch 点 i。i 的意思就是对角矩阵，就是只有对角线是1。那2的意思是2乘2，所以这个东西是1001这个矩阵，就是这个。好，那我们再把这个东西乘上2的 i 次方。那 for i in range， 比如说10个频率的话就是10。那这样子的话会创造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会创造出这些所有的矩阵，但是是分开的。然后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些东西把它 concat 起来就可以了。那 concat 的 dimension 是1，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最后会变成2乘以10，2乘以20，对，会变成这样子。这样子应该就是我们不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 f 乘以2。那我们就把它再 transpose， 或者是我们这边就这边就这样子就好了，然后这边就不要乘以它的 transpose 了，这样。对，这是一个算是我发现的比较快的写法，就是它这样子的话，就是直接创造刚才这个 p 的矩阵，然后你再把 p 跟 u 乘在一起就，然后再加 sin 跟 cosine 就直接是 positional encoding 了。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在 self.net 等于 MLP。那 MLP 的部分是一样的，但就是说，也不是完全一样。我们 MLP 里面我们还要再加一个 input dimension。这边 n in 就好了吗？好，就 n in 就好了，懒得想了。n int in 这边是要给它一个输入的。好，那原本的这个 n in 呢是2，就是输入只有2个 uv。然后如果是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话，那它输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再加上一个叫做 property 的东西。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property 的一个 decorator， 然后呢，我们把它叫做 outDim。
就是这个的话会回传输出的那个输出的形状，它会是多少？那这边的 output dimension 呢，会是 self 点 p 的第一个 shape， 就是这个 f， 然后再乘上2是 sin 跟 cos。那之后呢，我们就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 train 里面呢，把这个 p 的输出的大小取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n in 呢变成是 p 点 out dim 这样子。对，要不然的话你要怎么写？要不然你就要写这个你这边有10，你就可以10乘以2也是可以啦。我自己会习惯就是用一些 property 之类的，这样我之后这边改了之后，这边也不用再改这样子。灯草棉说原来是多个对角矩阵。对 ，P 是多个对角矩阵，对的，是很多个对角矩阵把它就是排在一起这样子。我这边可能写错了，不是乘以 UV， 写错了，算了，这边不要给大家看，这边刚刚写错了。还有怎么擦不掉？sorry， 这边写错了。那反正是这个东西，然后再乘上 U 跟 V， 分别乘上 U 跟 V。好，那这样子之后，剩下的应该就不用再改了。那我们这边这个可能的选项再加一个 P1。了解 ，Sorry。非 CSB 也想说，这主要对啊，没错。线性代数，应该说你只需要会线性代数，你不用会什么离散或者是微积分微积分可能，但那会比较偏理论微积分的部分，对，理论的部分你才会需要用到微积分。那如果是这种就是实作的话，你只要会线性代数，你只要知道矩阵就是那个神经网络的权重啊，矩阵它的形状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把它乘起来，你就 OK 了。对，理论的话还要需要微积分。我们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刚才训练到哪了，800步了。没败哦。validation 还比 training 高一点好，有了，出来了，大家看到了吗？我们慢慢接近它那个了，慢慢接近它这个粒子的图片了，就是训练出来一个非常模糊的狐狸。我先把那个 Jupyter 关掉，因为应该已经不用了。只是训练的有点慢。等一下，训练的有点慢，已经过20分钟了，才不到一半。这样子我今天训练不完啊！我原本以为很快，什么1秒钟就一个 epoch 结束。不过1秒钟也蛮慢的吼，要2000个，还是我们减半啊？减半成1000就好。但1000也要好久看一下哦。好吧，但它会越来越高剩下的。所以如果太早让它结束，可能也不对。还是我们就 validation 不要让它每一次都做啊，就是我们每5步再做一次 validation 就好，或者每10步，因为它主要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 validation。因为你看这里有5个，每一个 epoch 有5个 step， 那其实呢，它只有1个 step 是在 training， 因为我们说嘛，一次 training 就一整张图片去训练，那剩下4个是因为我们 batch size 是整张图片的1/4，所以 validation 会有4步，每一次
validate 1/4张图片，所以有4步，所以是1加4等于5，所以有4/4的时间是在 validation。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多个 validation。validation 是在哪里设定呢？应该是在这里。check val every n epoch 应该是这个吧。我们还是叫出 PyTorch Lightning 的 documentation。那个在刚刚那边看可能还是会看错。这个训练结果有毕卡索的影子，就像这样子嘛，就这种非常抽象。我们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这个参数 run validation loop， 我们改成10好了。好，我们先等它到100，等它到1000我们就关起来，然后开始训练positional encoding。OK， 好，那我们第一个就有训练1000个 epoch。这个的话，我们改成每10步训练，每10步 validate 一次，还是每20步啊？每20步好了。OK， 大家看一下，就是训练1000步的结果，就是 UV 什么都不加，直接丢到 MLP 里面，就只能训练出非常抽象的轮廓。然后呢，这个 DSNR 呢，大概到17多，就非常差的结果啦。一张就是人看起来还 OK 的图片，大概都要25以上。那17的话，就算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结果。这边加 P10， 就是 positional encoding 这样子。然后我的 arch 呢，把它用成 positional encoding， 这样子来看一下。OK， tensor 啊，不对啦，这边写错了，这边还没有用 positional encoding。positional encoding 也是一个 module， 所以是这样子才对。然后要 import P1， 然后 import 进来之后，那这个东西会是 self 点 P1。对，刚才这边写错了。而且这个 self 点 P 等于 P， 因为 P 是不变的，所以其实可以有一个写法叫做 register buffer。这个的意思就是你 register 意义的话是跟 self 点 P 等于 P 是一样的。那 register buffer 的话就是它会固定这个 P， 不会对 P 做反向传播。好，那这样应该可以。这边的 out dim 我们把它删掉。好 ，go go go。等一下哦，看一下，这边他是说形状不一样了，为什么？in 是40没错啊。forward 这边也要改一下。forward 的话，就是说，如果是 identity 的话，是直接输入到 net 里面，但是如果是 P1 的话，要先输出到 P1， 然后再输入到 net 里面。所以这边也要改一下，或者可能更好的写法是直接在 models 里面定义一个东西叫做 MLP， 然后 with P1， 然后直接叫那个，那这个 forward 就不用改了。
没关系，我们在这里改也是一样的。如果是 P1 的话，要先通过 P1，然后再丢到 net 里面，所以是这样子。OK， 有了，现在正开始训练。等下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好啊？等等。完蛋了，看起来没有变好为什么？看起来比原本的还差。等一下，正常来说应该要变好啊。Basic 应该是这个 Basic。完了，等等。No mapping, basic mapping 是这样子没错，应该会至少有 basic 这么好才对啊。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哦，有啦，有变好一点，有快一点点。哦，对啊，速度有快，因为我把那个 validation 变成每20步才做一次 validation， 每训练20步。所以 validation 就很快。对啊，但是为什么？那现在这个 progress bar 变得怪怪的。好，有啦，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呢是有比刚才这个 identity 好蛮多的。我们可以但是200步是不是还不够啊？照它的图的来看的话，应该会是这个橘色这一条线。好，我们让它跑一会儿。我们先来继续做一下别的，就是在这个论文里面呢，它是提到说，除了单纯的刚才那个 P 以外，就是每一个都是做简单的2的某个次方以外，它还可以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东西。它每一个东西都是 sin 的什么什么东西嘛？那在这个高先 embedding 这里面，那个叫什么 Fourier feature， 在这一篇论文里面，这一篇是哪一篇啊？这个 Fourier feature let networks learn high frequency functions in low dimensional domains。这篇论文里面呢，他提到说，我们不需要手动设计一个这样子的 P， 我们可以乱数指定，就是说我们的 P 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乱的矩阵。那是它在那里面是叫做 B 啦。比如说这边的每一个数字呢都是乱数，都是从一个高斯分布里面 sample 出来取样出来的一个乱数。那最后这个伽马的 U 会变成什么呢？因为会是有乱数，所以它其实里面会是像，比如说会变成 sin 2u 加 3v 呀，然后 cos 4u 加，比如说 6.6v 这种，就是它除了这个频率呢不再单纯的只有2的某个次方之外，它还把 u 跟 v 做了一个线性组合，然后加到里面。对。这是2点非常重要的，对，一个是这个频率的部分不再是单纯的2的某些次方，
那第二个是把 U 跟 V 做了线性组合加到里面。那这个 U 跟 V 加到线性组合，它的好处呢，在他论文里面是有提到说，这个 U 跟 V 原本这些2的某个次方乘上 U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很好的重现，比如说在一条轴上，它可能变化非常大，就是像这种高频率的变化，它这种是可以用原本的 positional encoding 办到。那如果今天的 UV，我画在这里好了 ，UV 比如说是一张图片这样子嘛，那它如果今天高频的部分并不跟这个轴重合，比如说它是在这个地方，高频率这样子变化的话，那如果你今天加入了一个，比如说 sin U 加 V 的东西，那这个方向的这个高频的变化，你就可以用这些函数、这些傅立叶的变换去把它很好的重现出来。在他论文里面是叫做什么 axis aligned frequency， 我有点忘记后面这个名词，但形容词是这个 axis aligned， 就是这些高频的特征是否跟轴重合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实做这个Gaussian feature。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齁，其实写法也是用我们刚才那个 P 就可以了 ，additional encoding。所以，那我还是叫它这个 P1。那这边叫做高 GA。那这边的话就是说，这个 P 呢，我们不再是只有2的某些次方，而是有10，比如说 scale 再乘上一些高斯的一些变数这样子。好，那这边写法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 P 呢，就会是这边的话，我们就用乱数把它弄出来，这些频率的部分。那高斯的话，看怎么取得。torch 点 normal， 我用 torch 点 normal 就可以了。等一下哦。torch 点 normal。好 ，torch 点 normal， 然后 mean 的话就是 torch 点 zeros， 括号某些东西，然后STD 就是 torch 点 ones。那我们这边要给它那个形状，那形状的话就是，比如说它这边是256哦，等一下哦，256。等等，哦 ，wait， 我们这边它实验好像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跟这边的 basic mapping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这边的 basic mapping 呢，它的频率是只有2。或者是说只有一个频率而已。我们刚刚说我们的 positional encoding 是有10个频率嘛，这个频率的个数是可以自己调整的。那这总共的长度呢，会是频率的个数乘上2。所以比如说有10个频率的话，就会有20，乘以20，对。那这边的 basic 的话是只有一个频率。所以它是只有
长度为2，它只是加了 cosine 跟 sin。但是这个Gaussian呢，它却是长度是256，那是256乘以2，因为也是总共有 cosine 跟 sin 2种函数，所以它在Gaussian里面做的那种 featureization 特征化的那个长度又比 basic 更长，所以这边我感觉比较算，也不能算不公平，但它应该要比较 positional encoding， 如果也有256个如果有256个那个参数的话，总共那个结果会是比较起来会是怎样？但它这边好像没有。今天预计讲到几点？今天我应该可能把这个做完，至少把这个做完，可能在30分钟吧。好，但没关系，我知道不公平，我们还是先按照它的来写一下。256 OK，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要再乘上一个 scale。那 scale 的话，它是这边的话算是一个 hyperparameter， 你是要自己决定的是多少。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option 里面呢，再加一个要高好了，不然 GA 听起来念嘎。我们再加一个那个Gaussian embedding 它的这个 scale。scale 的话，就直接预设是10吧。它看起来在它训练结果里面10是最好的，然后1跟100会有一些差。我们等一下也都可以试试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训练结果，已经到1000了。我们先就在1000这边左右比较就好，1000个 step 这边。好，我们来看哦，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出来了。我们就改成1000好了 ，option 里面改好了。好，好，我们看一下刚才训练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总共有10个频率的结果，那是这一条蓝色的线。那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说 training 啊，跟这个 validation， 它显示不出来。对 ，training 跟 validation 的那个 PSNR 呢，都是比刚才这个 identity 来的好很多。刚才是17左右，在1000个 step 的时候，那现在的话是接近22这样子。那以图片来看的话，也是变得好很多。就是原本只是一张非常抽象的画，那现在的话，至少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只狐狸了。但是就是它的那些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个毛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想要让这个毛它一根一根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呢，看起来并没有办法达成这样子的目标。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一篇论文提到的这个Gaussian embedding， 就是除了我们手动设的这个2的一些次方之外呢，它把这些频率呢全部都用高斯的分布去生成，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也加入了这个U 跟 V 它们之间的线性组合，这个也是随机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比如说 scale 等于1的时候好了，这个叫做高，然后叫做高1，我们随便取名字 ，Go Go Go。啊，等一下，什么 non-type as no？ 这边我刚刚想说要改，忘记改。Gaussian 的时候呢，也是要加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再 pass 过去。OK， 那我们静待结果。
理解、分解再构成。高一，对啊，高一，等一下还有高10、高100，没有高2、高3。高2、高3是比较痛苦的时期，所以我们跳过。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刚才写法有写对吗？其实我比较担心没有写对，但应该有吧？我看一下哦。是1乘以256嘛，256个。有了，它有比刚才那个好，它有比 positional encoding 10个 frequency 还要好。那应该是，你好，高1是在这里。好吧，前面几个 epoch 还看不出来。这边其实也可以慢慢一步一步比较啦，就是说 identity 什么都不加的时候，到207步还是一坨糊。Gaussian 的话，140步就已经有轮廓出来。这个太前面的已经看不了了。它训练还是比想象中的久。但我们Gaussian我们要跑3个，一个是1，一个是10，一个是100。那我们还是要稍等一下。好，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到 Siren，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Gaussian讲完，就是把那个实验做完。那个 Siren 跟其他 activation 我们可以下次再讲。那个的话，Siren 比较不一样。Siren 是那个神经网路都长不一样，还是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来讲好了，也可以。我们在等的时候来讲好了。这个 Siren 这个东西呢，它是把神经网路呢的 activation 就是那个活性化的函数，从 ReLU 呢改成 Psi。但是呢，这个研究就是把 activation 改成 Psi， 好像之前就有，但之前的结果并不好，就是可能好几十年前就有了，也没有到好几十啊，可能10几年前。然后呢，但是这一篇论文呢，就提到说，除了你要把 activation 改成 Psi 之外呢，你还要把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神经网路的初始化，那个权重的初始化做一个调整，就是你要使用一个比较特殊的初始化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它这里有提供一个 Colab，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打开来，然后自己 run 一次。这边这里对，它要在一个特殊的范围里面。这一行呢是在做 initialization 的部分，这边它是在一个负的根号6除以就是隐藏次元，然后再除以一个那个频率的scaling factor， 要做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除法，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 Siren 才会正常的可以训练出来。那训练出来的结果，它在论文里面是跟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比较，就是这个 P1。那比较出来的结果是 Siren 比较好，就是最右边是 Siren， 然后这边是 positional encoding， 就是10个 frequency 那个。
然后比较出来的结果是，如果只看这两个的话，是一个是黄线，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是黄线，那一个 siren 是绿线，那绿线始终在黄线上面，那就是说 siren 的结果就始终比 positional encoding 还要好，这样子。那它除了可以就是重现一张图片之外，它这边还列出了其他更好的好处，就是它除了图片的重现非常的精确度非常高之外，它在微分的领域上面也是精确度非常高。就是说原本图片长这样子，那如果你对于图片做一个微分的话，微分其实就是你把那个图片的连续左右，比如说左右的两个像素去做比较，你就可以得到它的差值嘛。那个差值越大，那个颜色会越明显，是这个地方在表达的。然后 siren 的话，如果你重现完之后，你再对于它做微分的话，你可以得到跟 ground truth 差不多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是其他不同的方法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 positional encoding， 虽然它重现的结果非常好，但是你如果去对于它做微分的计算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结果非常的，就是有非常多的噪点这样子。那除了微分之外，你还可以取这个拉普拉斯变换，那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是最能重现原本的正确结果的一个方法。对，好，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论文。我们今天就直接 copy 吧。然后 copy 哪一个位？我想一下哦。实际应该只要 copy 这个 siren 的这一部分就好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叫 sign layer 的东西。然后一个叫 siren。好，我们复制一下这部分，我们就先不要做改动好了。等一下哦，为什么？我现在有点卡卡的电脑。好，我们刚才训练也差不多快结束了。MLP 就不用 ，siren 那我这边就直接贴上。但是它有一些我们可能不需要的，看一下哦。就 forward with intermediate， forward， 我这是 visualization 才需要。forward with activations， 有些我们不用的，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它是为了就是可视化而已。比如说这两个就是不需要的。好，那应该就剩下的这样子。我先看一下哦，还剩下100个 step。然后 siren， 看一下还有没有哪里要改。哦 ，numpy 要 import 一下。好，这边的话，应该不用这个，就直接 return 这个就好。它叫做 x。好，这样应该就可以。然后我们再在这个 option 里面再加 siren。siren 的话，好像就一个参数需要调，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omega 0的一个参数，就是在有2个是吧？但好像预设的30就还不错，那我们就预设的值试试看。好，我们先看一下刚才实验的结果，刚才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同时在跑这个高时，看一下啊，是高时的话，等一下哦，我刚才忘记指定值了，等等，而且我没有把它乘上去，笑死！我刚刚没有把它乘上去，我在这里有写，但是我忘记把它乘上去。但没关系，刚才是1，所以没乘是正确的。我们要把它这个乘上去啦，都忘了。对对对，还好在这时候发现，要不然高时跑出来的结果是一样。好，这边把这个刚才的那个 scaling 乘上那个Gaussian这样子，然后剩下是一样的。那我来跑一次。好像有点久。然后为什么这一次有点久啊？然后为什么这一次有点久？然后卡住了。我再重新试一次。刚才是什么？高，然后 scaling 是10。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结果吧。刚才是这个高1，它好像结果比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要弱一点。它跑出来的结果只有这样子而已。跟这里得到的是，好像比这里的再糟一点但这里是训练了2000个 epoch。我们得出来的结果比它的糟一点。那如果是10的话呢？10的话应该会好很多，照它的实验来说。对，10的，大家看一下这边得到的一个高10的这个结果，你看一开始就一直线往上冲，那我们应该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就是应该会比刚才得到的这些都好。就是你要控制那个频率它的最大值，也不是最大值，就是它的那个范围。对，虽然是高斯分布，但它可能大还是很大。但是我们还要再把它乘上一个 hyperparameter 10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先从它的结果来推断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小于最好的那个值的话，应该就是 underfitting， 有些没有办法成功的，不算是，对啊 ，underfitting 有些没有办法很好的重建。那如果是100的话，那几乎就是 overfitting， 因为我们实际给它训练的资料只有1/4嘛，就是4个像素取一个，这边有画。对，就是说，那它得到的结果就是这边几个训练的像素，可能它结果非常的好。那从这个训练的 error 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条紫色的线，它在训练的表现非常好，这个高100的时候。但是呢，在 test 的时候，因为我们 test 的资料除了原本左上角的这些像素之外呢，还要它右边啊、下面、右下这几个新的在训练的时候没有看过的像素。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原本的像素做 overfitting 的话，那
它的泛化的结果就会非常的糟。那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图片非常的，就是噪音非常多，然后 PSNR 也非常的低，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用高斯的这个高斯分布当做你的那个 feature 的话，你唯一要调整的就是这个 scale， 你要找出一个对你的资料最好的一个 scale。但这个10也不一定是每一张图片都是10，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你要自己去试，怎样对你的图片是最好的效果。哦，但它好像也很快就饱和嘞，我看起来很快就到达顶点了。不过它是效果算是比较好，比刚刚那些都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就是那个狐狸的图片，很快就轮廓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比较好奇，因为我们还是想要毛什么的都重现，但是现在好像还没办法欸。那1000个 epoch 的话，这边可以达到25左右。我们等一下看看我们的训练结果有没有办法达到 PSNR 等于25。那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不太行，为什么嘞？为什么呢？那我做的操作跟它应该是一样的。Input mapping。它是有乘上拍啦，但乘上2拍，但这个应该也没差吧？就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都是有乘上2拍啊，我是没有乘上2拍，这是唯一的差别。但这个差别应该也没有太大。那为什么我的模型感觉比较泛化能力比较低一点？好，但没关系，主要就是给大家看说，这高纤 embedding 会比其他的效果来得好。那你就是要自己手动去调整那个sigma 的值，这样子。好，然后我们等一下最后再做一个高纤100，大概今天的直播应该就到这里。那剩下的话，剩下 Siren 还有一些其他的 activation， 就是这边也可以再讲一下，就是有一篇论文呢，也有在我的那个这里面的这个第3篇论文 Beyond Periodicity 那一篇论文。他是提到说 Siren 呢，它是把 activation 改成 sign， 但是呢，其实不只有 sign 可以。他在这边做了非常多不同的 activation 的实验，他做了一张表，对，这里有一大堆，我们可以看到说，上面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 ReLU 啊，或者是 ReLU 的一些变形。然后 tangent H sigmoid 的这样子，那 sign 的话就是 Siren 那篇提到的有这个东西。那他在这篇论文呢，又另外实验了很多不同的，比如说 Gaussian 啊、Quadratic、Multi-Quadratic Laplacian 这种很多不同的这种 activation。那他实验出来说，这些好像表现的都会比上面的这些好，好像也没有，就是根据不同的那个图片啊，不同的任务会有
那种些许的差别，但是就是说刚才说到的那些新种的 activation 呢，至少呢都可以跟 ReLU 啊跟 Siren 来做比较，就是差不多这样子。而且呢，你使用这些 activation 的话，也不需要像 Siren 一样去特别的对于每一层做那个权重的初始化，你只要用就是 default 的标准的初始化，然后你再直接加上这些 activation 的表现就会非常好，这样子。对，那今天的话，我们应该时间不够来做这些，其实也不难啦，就是把 activation 这个，就把这个不是这里，把这个 MLP 的这个 ReLU 的地方改成刚才那个就好，比如说改成高线，就改成这样子写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做到这个 Fourier feature 这一边就好。那下次的话再做这个 Siren 跟其他的这些 activation 的实验。好，那我们所以今天最后的任务呢，就是把剩下这些结果看完。好像这个等于10的这个结果好像也没有到特别好，也才22多而已。为什么啊？不过这样看是有越来越清楚的倾向。我能想到唯一的差别就是乘上2拍，乘上2拍会比较好吗？那就是把这个高显这个10改成10乘上根号2拍，还是10乘上2拍？10乘上2拍，就是60左右。那等一下100可能会更好一点哦。但是我们等这个算完之后，我们跑最后一个实验，就是 n 等于scale 等于100的实验。好，最后30步。大家觉得今天这样子的直播怎么样？虽然今天是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程式，如果再难一点的话，我可能会卡比较久。那今天这样还算不错，就是至少想写的有写出来，然后当然也是有 debug 的部分啦。那觉得这样子的节奏还可以吗？太慢、太快之类的，还是刚好？今天好像留言比较少，大家应该都有听懂吧？就是我在讲的东西。对啊，我怕你们没有听懂，所以问一下你们觉得讲的怎么样？今天来晚了哦，好，明天去看录播。对，通常都是隔一天就有。中途进来，实际看到成果就比较有感觉。那也的确是，对我也是怕，就是一整个都在 debug 那进来的人就看不懂我在干嘛。可以把高斯变成学习的参数哦，也可以吗？也可以，对，就是建新说的那个方法是把这个高斯也变成学习的参数，或者甚至你把 P 变学习参数好像不太行，感觉会爆炸。把这个 scale 变成学习的参数应该可行哦。应该可行，就是把这边的 parameter 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的地方用一个 nn 点 parameter， 然后把它弄成可以训练。那这样子的话，这边要改一下，就是这个就不要 register buffer， 就 self 点 p 等于 p 这样子。那我还是这样写好了。OK， 但是直播通常要等执行时间。对，我原本以为很快就1秒钟一个 epoch， 咻咻咻就跑完。
但这个好像没有跑那么快，或者我也可以用小一点的图片就是了，256乘以256，那速度就变4倍，也是可以。这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在直播之后才发现。那我们刚才的高100去哪了？哦，高100在这，高100在这，高100在这。Conditional encoding 还是很魔幻，我刚刚没有看到。但是它在这个图片里面结果没有非常好，是要高显可能会好一点。但你看哦，高显100的时候呢，就跟这个论文里面的结果这里就很像，就是一堆这个噪点，然后看起来很像那种什么照片泛黄。原本是一个很可爱、很色彩缤纷的图片，然后到这里就色彩泛黄，笑死。对，它那边，它这里有乘以2拍，所以那个 overfitting 的情况可能会比我更严重。我这边是没有乘以2拍，所以看起来没有它那么糟。而且好像还是最好的，笑死！但它颜色都不对啊。Overfitting 的大惊失色。等一下，为什么它颜色不对 ，PSNR 还那么高？颜色不对还是第1名怪怪的哦。好吧，我可能要重现的话，还是要都全部乘上2拍才可以。要不然我们试一下乘上2拍的结果。我们这个先停下来，我们知道它 overfitting 了。我来试试看乘上2拍的结果会是怎样好了。就是在这边再乘上2乘以这里也要 import 一下 numpy。就是在这个 scale 的地方再乘上2拍，2乘以 np 的点拍，然后再乘以剩下的东西。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的话，应该是结果会跟它的那个那就是20拍，20拍。这个的结果应该会跟它最好的那个一样。好吧，那我这边还是先改回这个。刚才他说的是没有在同一个 device。因为我是训练是在 GPU 上面，但是如果这样写的话，这个会在 CPU 上面，所以 CPU 跟 GPU 就没有办法进行运算。那如果是 PyTorch Lightning 的话，它会自动帮你把它们放在同一个设备上面，比如说 GPU 就同时放在 GPU 上面这样子。但是前提是你要，比如说要写这种 register buffer， 它才会帮你放。对，所以我先改回那个 register buffer。好，我们刚刚就是做了乘上2拍的动作，这样子的话，应该跟它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拜托一下，我们就比较剩这些就好。高10的话，应该要是一开始就很高才对啊。那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它还是这样子啊？2乘以10乘以拍。对啊
2乘以派在这里啊。256也没有错。训练出来的结果哦，怎么还感觉还是怪怪的啊？感觉真高100得到的结果差不多。还是我等一下哦。还是我们调一下，比如说20，说不定20看看。开始做那个 hyperparameter tuning。我现在是想要找到最好的到底是多少，因为想要至少让你们看一下，它是真的可以，就是很好的重现原本的那一张图片的。Gauss 乘以 scale， 应该没错吧？Torch zeros torch。啊，这边应该没错啊。每个是一个高斯分布，然后再乘以一个 scale。这样有比较好吗？这样有比刚才好一点。20的时候有比10再好一点，看一下。那它在1000的时候应该要到达25才是正常的。250的时候要到达22.5。还是这也跟 initialization 有关啊，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跟权重初始化的结果。因为他用的是这个作者用的是 JAX，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Sense 255。好 ，Good night， Leo Jack， 我们现在就测试完最后一个就好。哦，但是要训练到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要很久的时间。那就是20又比10好一点这样子。好，那剩下的话应该就是要把那个训练的时间拉长。比如说要像这边一样训练2000个之类的，然后它的 PSNR 就可以到达接近30。那接近30的话，应该就是那些毛啊什么的都会非常的仔细。好吧，那这个东西我回去再就是自己训练一次，因为时间会比较久。好。那今天的话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 Coordinate MLP 怎么在这个 PyTorch Lightning 上做一个实现。那
然后实现了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就是 identity 啊，然后 positional encoding 跟刚才的那个Gaussian feature。好，那今天的话直播就大概这样子。那之后的程式码，哦对，今天的程式码等一下就会上传到 GitHub 上面。对，就是你可以搭配这个直播去看一下我到底在写什么东西。然后之后的话，下一次直播说不定就下礼拜吧。然后就把剩下的今天还没有做完的这个 Siren 啊，然后还有其他的 Activation 这些高显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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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一次直播会把它实做一遍，然后比较他们两个的，他们跟今天的这些方法，它的就是表现如何这样子。感觉要跑长一点才能看到完整的趋势。是啊，对，但超久，那下次我们跑一半就好了，怎么样？就是现在是512乘以512，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256乘以256，就是这样子的话，时间会变1/4。我们可以试试看，下次就不要跑这么大的图片，就1/4就好，再把它 resize 成1/2这样子。好，空豆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杨宗翰、葵晚安，你也晚安。冷场棉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对，今天感觉留言比较少，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留言，就是这样让我知道哦，你们有没有看懂？对，或是觉得哇什么地方好厉害之类的。比如说这个方法哦，高显我之前都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写，或者是高显为什么要高斯分布，然后那个什么线性组合又代表怎样的意义？这样子，1/4只的狐狸，不是1/4只的狐狸，是把图片变成1/4的大小，把它就是 resize 一下，看起来还是狐狸，但是解析度比较低的狐狸这样子，不是1/4的狐狸，解析度比较低的狐狸。对，好，樊佑明晚安，晚安 ，Teddy 菜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希望今天的直播可以让大家学到一些东西。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下次的话，我就找到一个好的参数，然后把这个实验跑久一点，看它可以到达多少的分数，这样子。好，那我们直播就到这边，那大家晚安，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